嗨，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、银行股的业绩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之前答应大家的 AirAsia 分析影片，因为他们的业绩刚出炉，所以我们也来谈谈他们未来的走势。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。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的科普一下 AirAsia 的公司结构。首先，他们最大的业务就是航空领域咯。AirAsia 集团名下拥有的航空业务有马来西亚亚航、印尼亚航、菲律宾亚航、泰国亚航、印度亚航和日本亚航。那么除了航空， AirAsia 集团也有其他非航空领域的业务，比如说 Teleport 业务，它是一个类似快递运输业务的服务。 AirAsia.com 也就是他们的数码平台。关于 AirAsia.com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已经说过了，今天就不会重复。还有就是 BigPay Group 类似电子银行的业务。但是其实 AirAsia 主要的业务还是航空，其他业务的收入只是占了少数，而且这个季度除了 Teleport 赚钱，其他的都还在亏钱，所以今天的重点都会放在他们的航空业务。开始分析前，小编想告诉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。 AirAsia 这轮的业绩并不漂亮，之前影片提到关于 AirAsia 这东西，我们这里就不会重复说了，建议还没看的朋友之后可以回去补看。那么我们进入正题，我们可以看到 AirAsia 这个季度还是维持亏损的，总共亏了 851.8 个 million， 虽然比上个季度的992个 million 好了一些，而收入是 442.9 个 million， 比上个季度的119个 million 多了 323.9 个 million。 说到这里，是不是有些朋友觉得其实 AirAsia 不错，开始在复苏了？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乐观，因为这个季度只亏了 851.8 个 million， 是因为 AirAsia 卖掉他们多余的飞机引擎得来的393个 million 贡献的。如果没有卖引擎，相信这个季度的亏损会比上个季度来的严重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比起去年的同个季度， AirAsia 的载客人数是从去年的13个 million 减少到了 1.9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减少了 85%， 而飞机的客容量也从去年的同个季度的15个 million 下滑至了 2.8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大概 81%。但是这些比起上个季度的 0.2 个 million 的载客人数和 0.35 个 million 的客容量也算进步了许多，证明这个季度是有开始复苏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irAsia 这个季度都做了些什么。他们说到，他们目前的重点是专注于在我国地区恢复有限的国内飞行航线，比起上个季度时，大部分飞机都处于停飞状态，而这个季度得到了改进。此外 AirAsia 也提到，他们将会继续采取成本控制措施，包括对管理人员、员工和董事进行适当的人事调整和减薪，而且为了保留他们的现金，他们也对出租商、供应商、合作伙伴和飞机燃料的对冲策略进行重组。集团也表示，他们的数码业务 AirAsia.com 也有在进步。相信大家之前都看到亚航日本破产的消息吧？是不是吓坏了许多投资者呢？其实小编觉得这并非是一件坏事。首先可以看到，亚航日本从2015年起就没有盈利过，而且还在去年亏了192个 million， 可能是因为还在扩张阶段。但是用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关闭亚航日本，小编觉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因为这可以为当下减少亏损，因为亚航日本在短期内也没有什么可能会盈利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你们是不是觉得其实亚航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？不要担心，因为现在小编才要进入亚航够力的东西。首先就是现金流 cash flow， 我们可以看到，跟去年的同个季度比较，亚航的现金流从2178个 million 下跌至了618个 million， 也就是下滑了 72%， 跟上个季度的996个 million 相比，下滑了 34%， 也就是说亚航平均每个季度需要烧掉大概300 million 的现金流，而以现在所剩的618个 million 也只足够亚航再支撑2个季度。那么这就带我们到下个问题了，没钱那就要借钱。我们在亚航的借款上看到，目前为止亚航的总贷款是452个 million， 里面也包括了之前影片提到由沙巴政府颁发的300 million 贷款。
比 Tony 需要的2至 2.5 billion 还相差很大的数目。但是在他们未来的展望中有提到，在未来12月至明年2月，这项贷款计划应该可以完成，而且他们有透露，他们将从马来西亚银行寻求1个 billion 的贷款，而且如果成功，这份贷款的80%将由政府的 Dana Jamin Prihatin Guarantee Scheme 担保。那么还有剩下的1个 billion 要去哪里找呢？在未来展望中，亚行有提到可能会寻找 New Equity 新资金或者新股本来筹剩下的这1 billion， 也就是说 Right Issue 追加附加股在未来的3个月是很有可能的。这也是小编在上个影片中提到最坏的打算，因为这将会增加股票数量，从而减低股票价值。而且 CIMB 投行预测他们将会发行3个 billion 的股，而每股价值35 cent， 也就是现在股价的一半。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要完全借完2个 billion 呢？这又带我们到下一个问题，公司的债务。我们可以看到亚行有着12个 billion 的飞机租借负债，而他们的公司净资产现在只有1个 billion， 比起去年上个季度的 4.5 个 billion 少了大约4倍。这也将他们的 gearing ratio 资产负债率从去年的 2.3 直线提高到了10，这是一个蛮恐怖的数字。这也是为什么亚行不只要借钱，同时也要筹资增加 equity 的原因。虽然筹资不一定要用 Right Issue，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用其他的方法的可能性似乎比较小。在这里，小编也为大家整合了一小份 AirAsia 的基本面分析，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 like 这支影片，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，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里的 Pin Message 索取这份文件，这是免费的哦。研发成功，恐怕亚行的未来将会非常不明朗。有投行的研究报告甚至预测，如果疫情持续，亚行集团可能会需要2轮的 Right Issue。但是相反，只要疫苗诞生，疫情得以好转，我相信 AirAsia 肯定会化险为夷。小编在这里也真心希望 AirAsia 可以挺过这一次的难关，毕竟它也是陪伴了很多马来西亚人民的一个老招牌。那么下期小编将会为大家讲解银行股业绩的分析。上次影片看来要求 CIMB 的留言是最多的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